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心思被偷走，理智没有用。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所有视线只剩你 ，Oh no。大家好，我们是男生配的艾瑞瑞， Neo， 我是冠宇，我们在美丽佳人。你们制作单位当初，比如说在选角或者是定调性的时候，怎么会想要往这么清新的一个方向走？好，因为我们制作节目以来一直都是以真实，就是哈兹卡西，就是以打着真实无脚本的状态去做呈现的，所以那我刚刚讲就是在同志圈里面有各种样貌，有长这样子的，有这种个性的，有另外一种个性的，或者是有另外一种家世背景的，异性恋也是，女生也是。都有。那如果我做一个节目，假设我就算做男女的恋综好了，然后我只选都一定要有钱人才能来参加，它就是很局限。对，那我们既然都做同志节目了，做恋爱综艺节目，我们就希望各种就是有 A 款同志、B 款同志、C 款同志。因为我不想要设限讲那些特征，我们希望呈现真实台湾或亚洲或全世界同志的样貌。那各种，当然全世界可能有2000万种人不同的个性跟长相，我们不可能让2000万人都来参加同一个恋综。对，我们一开始先做8款。对，是让大家先推出8款，对，然后大家踊跃订购完之后，我们再做其他几款。你们有刻意就是不要聊18禁话题吗？还是其实也没有？我觉得没有刻意，还是不聊，也没有刻意聊，对，对，都蛮自在的。因为那个气氛下面大家很轻松，如果有讲到，其实也可以顺聊下去了。因为我会问这一题，是因为到后面嘉亨来的时候，他问的那个让大家吓到的那一题，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前面大家都没有聊，各自聊过这个吗？怎么会他一讲，然后大家就很震惊的？对啊，我觉得那个问题不是出自于它是18禁话题，它是就是时机点吧。我觉得是时机点吧，不太适合在餐桌上面，而且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对，就是你是好，你怎么称呼呢？1还是0？有点太快了。对啊。那他爆出来这一题的时候，制作单位有没有这么唰一下？我们就有吓一跳。应该说，我们原本有预设。最终可能会聊到，但因为我们没有给脚本嘛，所以我们也无法预期他是在第1天还是第6天会聊到。以我们个人经验，总是会聊到，只是什么时候而已。我们没有刻意塞嘉亨去聊，或者是叫他也不准聊，都没有，就是让他自然的发生。那他发生之后，OK 啊，那我们本来就想到说总有一天会聊，maybe 是这个时候吧。结果聊出来之后，他们的反应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我们也觉得说，那也 OK 啊，因为本来。就是我们在场可能有40个人，本来就不代表全世界的人，所以有人有这样子的想法也很正常。那就让他继续发展，说，那接下来这些人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甚至这个我觉得好处是它造成了一个讨论，对吧？在后面几乎2-3天都有这个讨论，甚至到节目，你看我们来上这节目还讨论到2-3个月后还在讨论，现在还在讨论。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性的时机点讨论这个事情。对，我觉得就是以我的经验来讲，我觉得那样子的话，其实好像就有点被冒犯到私领域的感觉，有一点点那种感觉。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失望的感受，就是我认知的是，其实台湾还有一大派人是就是非常就是叫重视嘛，就很 prioritize 110这件事情。然后我会觉得，感觉我们都已经很多元了，我们就是同志现在这个东西也没有大惊小怪，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在同志界去硬要应用一个异性恋的模式去面对我们的感情跟性方面的，因为这其实可以是很流动的，没有一定要怎么样。的确没错，对，酷儿就是我们毕竟都已经不是异性恋了，那我们为何还要 stick to 这个模式的？对。不过我们那时候有想到一个可能性，他问的原因是因为每个人了解自己的身体嘛，那可能你在某一种状态的时候是会特别开心的，那他在寻找这个适合的
因为他有可能跟这边其他6、7位交往10年、20年是有可能的嘛。对，那我喜欢这个样子，那我要找一个合适可以给予我这个开心的人。那他可能很快速的第一见面就要猛攻这个人，也是有可能。我们在也是有可能，对，就是他一见钟情就想要知道你的一切 everything 这样。他有他的原因在啦，对，后面就会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们再往下看下去，就会大概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执着，跟这么直接的问这个问题。对，那我相信其他的就是参加者后来也了解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提。我还好奇啊，就是比如说电话的这一件事情，我讲一个题外话，我最喜欢那个瑞瑞接电话的时候都会选，就是故意你知道吗？啊，你找谁啊？爱死了，每次这样就会觉得好可爱。对，就是比如说你们在打电话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对方打给谁，也不知道后面的结果怎么样。那当你们自己在看播出的时候，看到原来他是打给谁，原来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时候，那个心态是怎么样？I mean, Gino 跟冠宇是很 obvious， 没有人在怀疑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为我们是4个人一间嘛，所以我就觉得我总不能打给房间里面的人啊，好尴尬。也是有，他们不是也是有，就是没有，我不喜欢那个感觉，就是明明你知道那是我打的，也没有变生气，那你就知道我打的，然后我还要回去房间，嗨，什么都没发生，超尴尬的。还是你是怕另外2个人知道？没有，我不怕另外2个人知道，我只是觉得，就是我可能在电话中讲出一些，就是真的很内心的事情，还是真的很 vulnerable 的事情，然后你觉得那样是一个模式，但真的见到本人，对，尤其是很像你刚讲完一个 secret， 对，因为我跟波波是2人房嘛，2人房就是他如果出去，我的电话没有响起来，他就一定是打给别人了。对，但这时候我们就比较多话题可以聊。但第2次他打电话的时候，因为他打失败了嘛，他后面因为我们有先聊过，我就说。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打给我。我就说，因为我跟你同一间房间，你想跟我讲什么，就算你喜欢我，我也是很直接，你也可以直接跟我讲，你不要浪费任何一个机会去寻找你任何还有机会对他有意思的人。对，但他后面还是打给我啦。根本在利用我我记得他有说什么你去死，我这样去死啊！很显然在利用我啊。有，对，因为跟今晚有聊到说你很适合当第2届观察员，对啊，你应该要当观察员。如果第2季的话，一个学长的身份，我看我那时候有没有单身，我可以再参加一次，也可以啊，而且因为你已经完全的猜中节目组的设定了，所以你很适合去做。这是棚内录的那2个人，有没有？我知道了。对，就恋综节目棚内都会有2个人，然后在那边聊说，我觉得他喜欢他，我觉得他喜欢他，或者说猜测他其实心意什么的，应该会蛮好玩。我觉得很酷的是，因为我都沉浸在自己的沉浸在自己的交友上，就是我很认真的在相处，但是我不会知道别人的感情线。我也是一起看节目，但我是跟就是观众是同时收看的嘛，所以我们的剧情是一起走的。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别人的感情线原来也有这么多条，我自己不知道。当下我在玩的那6天，我是不知道的。像我就很惊讶，就第1天那个波波是打给 Gino 嘛，对，然后第2天世峰打给瑞瑞嘛，然后还有就是你有打给苏苏嘛，这些我们都是看不出来的，对，就是都是完全看不出来，所以会觉得很 shock。我好奇你真的不晓得波波打给 Gino。波波打给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所以只有我跟艾瑞瑞知道。没有，是他后面跟我讲，我才知道的。我根本不知道他打给谁。我直到很后面我才知道波波对 Gino 有意思。对，我们都是很后面才知道。因为餐桌那个我也是蛮意外，真的。阿豹那时候他指的就是对吧？对啊。等下发生什么事？他们还没看到那边。对，好精彩哦，很好看。我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是上帝，我们那时候是上帝视角。现在你们那个吃饭吃的蛮精彩的啦。我现在还有点紧张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很出乎意料的。那个其实我们没有，我们当时有跟鲍姐讲了说，请你就是
带动一下这个气氛，对，然后让他们互相聊天。可你不知道他会叫大家指这个，对，那是他自己，那是他自己发明的，对。哇，因为他自己应该很好奇。哦，那这样他知道了蛮多高潮的。对啊，那个好重要，就是那个大家都闭眼，对，大家都闭眼，就是你刚说哪个方向，很想知道哈，很想知道。然后告诉你，对，从那个点就开始你看他们连自己的出演者、自己成员都还是对这个节目有充满了好奇，所以看第一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节目啊，好紧张哦。下节目就偷聊，对啊，会有吗？有偷聊吗？就你刚没有，在这个环节我整个就忘记，至今我都没有去想它。就是一个很重大的环节。就是这节目很重要，有突然改变了什么吗？真的我已经回到那时候的紧张了，好好哦，他们也可以紧张嘞，很棒。关于有接到自己同房的电话嘛，对不对？那个感觉有，对，有啊，好感开话题，有啊，好棒哦，一起讲哦，笑到脸都好痛啊，笑到脸好酸哦。对啊，有接到电话，这个心情是什么？就是讲完，然后你的脸好好笑，讲完然后他又回来这样子。但是第二天我真的以为是叔叔打给我，会不会太自恋？我就一直以为是叔叔打给我，因为其实那个状况下是 Gino 他打完电话没有马上回来。他有躲在厕所一阵子，他躲在那边干嘛？然后他有时候又会出去忙他的其他工作，因为他本身就是网红，所以他就是有一些业配的细节需要联系，所以他可能他们以为他出去打电话，其实他不是。对，然后假设他出去联络工作啊，电话响了。他们就以为是Gino 打给世峰，也太复杂了吧？可是他不是，他就只是去厕所，或他只是去联络工作而已。然后其实可能是别人打的，他们就是3个人就误会。你们可以剪接的时候把这个剪进去，因为现在我们看的版本都是就是看起来就是他出去打电话打给谁这样子。我没有跟他去厕所啦，镜头没有跟，所以没有画面。这很紧张所以之所以才要设定打房间电话而不是打手机，打手机就是一翻两瞪眼，就是 A 打给 B 就知道。可是你看现在就是打房间就是有，而且很残酷是有限的，所以他也不能接起来之后去个旁边或者是个厕所什么，就在大家面前讲。你就算真的要讲一个我也喜欢你或什么，也没办法。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但是要怎么样不讲出我也喜欢你，却让对方知道？你现在是要考大家一个不是，我就说这个就是他们当下就会要反应嘛。对，如果你如果喜欢一个人，你势必想要让他知道我对你的好感，可是又不能中必须要有一些暗示这样。所以我也是到第2集、第3集才知道，原来那是 Gino 打电话给我。而且我觉得你们4人房那4个人的那个 dynamic 超有趣的，对，就是你们对啊，4人房的流动也很特别。对啊，你们彼此就是好像又是好朋友，互相帮助，可是又有那个暧昧的情愫在，然后又看着这个好像喜欢那个，这个好像什么，看什么？你们，然后这就是什么意思？然后这就是别房的艾瑞瑞，别房的人又知道说他们4个住一间，然后他们那间发生什么事？我觉得4人房它的 dynamic 比较就这一方面比较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因为像你跟波波，你们就是只有2个人，就是你也没有其他人可以聊啦。对，你不可能，你今天对波波有兴趣，然后你就去跟波波聊，我蛮喜欢你的，就是，但我如果对 I don't know 对谁有兴趣，我可以跟同房的另外一些人讲。对，然后我跟波波其实有直接聊这个真的吗？我们有聊有吧？有啦，有，就是我觉得可能跑的线可以比较多嘛，4个人，对，4个人的线真的是就是很复杂啦。对，可是我觉得又很有趣。然后加上就是 Gino 很喜欢冠宇嘛，但冠宇就跟我睡同床。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个安排。对，而且到后来你们2个还睡同一间，的那个发展好像也蛮精彩的。对啊，那个脸很僵的人，笑到脸。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就是被2个这样喜欢，然后又这样。我是还好，OK，笑到脸好痛，很爽啦，很爽啊！对，但是我觉得看节目好玩的一个点是，就是当电话接起来的时候，可能大家知道是 Gino 打电话给我，然后可能世芳就会用一些很有趣的表情，然后再跟 Neo 那边互相眉来眼去说你看他又来了这样，我就觉得这就是节目有趣的地方。对，我跟世芳每次都这样。
可是我也很好奇，就是你们在参加节目，就是要进去住之前，你们会有那个心理的一些你的调整吗设限吗，或者是什么之类？就是说我今天找不到对象怎么办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个群体里面。其实我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就算没有交到任何一个男朋友，没有配对到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保持着一个心态，就是我要跟每一个人都有可以去约会，可以去试试看，认识每一个人的空间。即便他今天性别气质比较阴柔，还是比较阳刚，任何的人，我都想要跟他有一个认识彼此的一个管道这样。所以其实那时候世峰他要打给我。他说我愿不愿意跟他有下一次的约会？我说的顺其自然，其实我不是拒绝他，可是他好像有一点那个感觉，他好像以为我在拒绝他。对，我觉得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其实说的顺其自然是，节目的流程，有时候会选东西啊，会猜谁跟谁配啊，你也不能说硬要就是。对啊，我不会说我只想跟你哦，我只想跟冠宇这样。我说的顺其自然是，我今天命运配对到，我今天跟波波，我今天跟世峰，那我还是都会很开心的跟他去。对，这是我的顺其自然，刚好在这里可以解释一下。因为要是我，其实就是如果要去参加练这种，压力会蛮大的。怎么说？要在镜头面前？对啊，你要在镜头面前，然后你要怎么真的表现自己？然后就是如果真的今天，因为你在这边不受欢迎，但在别的地方不代表你就是没有人喜欢。因为可是你在当下其实是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刚刚会问的设限是这个，就是会不会觉得很紧张，然后很设限，说我一定要表现的大家都喜欢我，或者表现大家因为镜头的关系吗？有的实境秀的人会这样子。我自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是选秀节目出来的，选秀节目的镜头也非常的多，所以我已经习惯在镜头前面展现很自然的我。再来是我觉得，如果我要立一个人设，其实我觉得我这样子过我的接下来的几年太辛苦了，我不想要这样。虽然人设的，对，我一直都觉得就是随心自然，我不想讲话的时候我就不讲话，我想流眼泪的时候我就让它流，这样。我好像是我比较复杂一点，就是我当然也因为我也是选秀节目的嘛，然后就是我好像也蛮习惯这个镜头在拍摄的过程中，可是我比较算有点懊恼的是，我感觉我一进到这个 production 好像是不是他们会期待有一个结果这样子，然后我心里会一直想说，如果我到最后还真的觉得我跟这其他7位没有真的配到的话，是不是有个 pressure 在？就是我小时候使命，对，就是我小时候一直是那种，就是我不想要让老师失望，我不想要让家长失望，就是对，这些都是我潜意识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同时也在想，我不想要让这个制作组失望，是不是？不用那么好，好不好？对呀，谈恋爱不能勉强。那没关系啊，给了他们很多素材。slogan 就写说，请好好谈恋爱。对啊，比较没有镜头经验的冠宇，就是对，因为相较他们2位比较有经验嘛，然后我就是比较纯素人一点点，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以前就是如果要上台演唱的话，我会非常紧张，就算我的主修是声乐，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只要看到教授或者看到人在底下，我就很紧张。那我可以现在逼你唱一下吗？对，然后我应该说我在对别人面前，我会习惯是我有准备好的状态，对，但是反而在那6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蛮卸下心防的，对，我会觉得好像就如果我现在不做自己的话，别人没有机会可以好好认识我，对，那我为什么要用我武装的状况下让人家爱上不是我的我？哇，对，就好像收看之后发现好像有点不小心太随便了，有吗？哪个我做很多鬼表情管理，对，我就这样，或者表情包刚睡就是。他们很早就起床在整理自己，然后我就是那种开拍前10分钟起床那种，然后10分钟开始，然后就那种擦脸的什么洗脸，然后就出去拍了这样，所以还蛮自在，很像在家里生活一样。大家应该就喜欢你这种很自在的感觉，我也蛮意外的。因为现在有收过什么样子，就是粉丝的一些私讯或者什么？对啊，有没有一些示爱之类的？收到一些，应该没有不礼貌的照片吧？对，目前还没有不礼貌的，目前还好。你们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反应回馈是什么？就是自己个人 IG 这种。
我要想有一一下。个直男在下面留言说：“我就是喜欢你这样子的。” OK，就是直男就喜那你欢这样。喜欢吗？那个型哦，我对直男真的无啊？感。如果不是为什么如果不是直男这就是，直男。但他把你定义成女生啊。哦，你会他自我定义不是女性，对你你就算跟他交往之后，过一阵子之后，你会被他影响，或是他会被你影响。你会因为在跟他相处之下迷失自己。搞不好他会因为你，然后而把自己的另外一个方面打开。但如果他不承认他自己是同性恋的话，他一直坚持自己是异男的话，我也会觉得他这个人怪怪的。对，我其实觉得打开他 whatever 对啊那一方面，其实没有，我觉得那不是瑞瑞的责任。就我觉得他如果自己还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他那要自己去探索就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OK，像我的话，可能是其实有蛮多 lesbian 来敲我。哦，真的？对，就是说他们其实很喜欢我，就是在访谈中提出的一些我的价值观，跟我可能一些比较，因为我蛮会就是观察，比如说社会的一些趋势跟大家交流的方式，然后他们就是很开心，我有讨论到，比如说性方面的这个被动或主动的这个观念，然后甚至还有人说，感觉你音乐品味应该很好，可以跟我分享你的 Spotify 歌单这样子，对对对，甚至可能是不知道我有上过音乐主理人的人，还是有感觉出来，就是我可能有在听音乐这样子，对，所以就还蛮开心，人家有看到一些可能我的一些价值观这样子。对对，你的受众也很广啊，像我就看到金童在那边疯狂的示爱，对，然后我就跟金童讲说，我要去访你了，我好喜欢他，然后他说情敌，三八在那边。看第一集的时候，他就一直狂说Neo很帅啊，谢谢。你从第一集一直在那边弄头发，你知道你第一集头发是这样子出来的时候，很执着的头发，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像花轮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会压力有点大，是因为Neo把自己打理的太好了，太华丽了，对不对？就是他把自己打理的非常好，就是很注重，就是大家就是是他的专业，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这个那你有因为这样子就想要自己要我开始有点紧张了，因为我节目播出后发现真的太素了，对，所以有网友留言就是会说就是很喜欢我这样子很自然的样子，我会觉得还蛮感激的，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担心的是别人会觉得别人可以准备的这么好，为什么你没有把自己打理好？就是这黄冠也太素了吧，这样子。我原本担心会是这样的评论，但结果谢谢，就是有人欣赏，就是我比较纯真的样子，这样子。在选角的时候，当然就我们有选就是容貌是类似艾瑞瑞这样的人，跟 Neo 这样的人，然后我们也选了冠宇这样的人。好，那时候设定的时候就希望说，有一些舞台经验，那我们希望有比较有草根性的，然后草根性，谁是草根性？我没有说他，就是要各种。所以我是那个草根性吗？他现在才知道是我吗？就当时选他的时候，觉得说，OK，那我们就是希望他保持他最这样子的样子。如果他每天都有梳化、有妆发上节目，那就不是我们当时选他的他。我以为是世峰，是我吗？是我吗？现在才知道自己被定位成世峰躺枪我爱世峰。对，开始节目播出之后，确实这样子的每种类型都有人刚好有人喜欢嘛。那他最近上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帮他安排梳化，所以我有点担心，怎么样？说太多。如果他现在是有妆发状态，那不就不是观众喜欢他的那个样子？可是我们让他不会，反而更喜欢。我觉得有更可爱。真的，那只会加分。就是阿姨不会，不会因为妆发就变心。不会。好。那等一下，关于是草根性，那世峰是什么类型？活泼可爱的，活泼主导性。我要听他讲。好。我们那时候我接触他一开始的时候，我有点吓一跳，受伤。冠宇现在很冲击，他被列在原来我是草根性，因为他有世峰曾经有参加哈兹卡西的甄选。对，然后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人，然后他长得就脸很精致嘛，对，就是那时候觉得哇，就是一个斯斯文文可爱的小男生这样子。然后可是第一次见到他在棚内有跟他聊天，那个时候就觉得他很活泼，他就是他的那个见到本人的形象跟我看照片或文字有一个落差，那我觉得也很好。本来就是会有人在人前人后，或者是舞台上跟舞台下会不同人，我觉得也很好啊。那可是那两个都是他的
真实的自己。录节目的时候，他就是呈现的是有点出乎我意料，所以我每天都会想说，哇，就是原来我慢慢的认识他，其实他是这样子的人，我之前对他是误会了。那我觉得观众好像也可以因为看这个节目，慢慢知道真实的他是这样。对，毕竟他是念戏剧专业的，所以他跟冠宇还是不一样。对，冠宇我知道他是在台东的跟长者工作的这个内容。可是他在念声乐，不要这样子。在台东你就把人家归为草根性。哎，就是台东朋友，我没有这样说。台东的朋友，台东凹豆系，台东现在很潮对啊，选角还在震惊，在震惊自己被列为草根，对。不然你觉得自己是？对，你会定义自己是什么？我会以为我是斯文型男类型的。有听到吗？斯文型男，我原本以为。哎，刚冠宇还没有讲，有没有说什么粉丝疯狂不亚洲？目前还没有啦，目前还没有。但是就是比较多的是，我比较震惊的就是他们会喜欢我，反而会喜欢我这单纯的样子啊。对，因为我一开始就很担心说，如果我没有把自己打理好，会不会是不专业的行为？因为毕竟它是影视相关的作品。对，然后还是很谢谢大家，就是很包容我这样子。对，你现在知道大家喜欢你的草根性对，原来是草根性啊，原来是草根性最受欢迎。因为开始真的不知道大家喜欢我什么，各种截图对不对？各种表情包，对我有很多表情包。而且其实这个节目最好的选角，其实不在于他是草根性还是什么之类的，而是在于他每一个人都让人感觉很舒服。对，很想跟着他一起成长。我觉得练这种节目其实有点就是像养成节目，你一直跟着这个角色成员一起成长，然后一起经历他的那个喜怒哀乐的部分。其实看到最后有时候就是会感动，其实是那个感觉。对，我记得好像是瑞瑞第一次接到Neil的电话的时候，然后你那时候很开心，就是说，你说一句话，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很高兴这个世界还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元了。对，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形容？因为我从短头发到长头发这个过程中，就是我的交友圈啊，跟我的追求我的人非常明显、非常大的落差。像是怎么样？我短头发的时候超多人追的，超多同性恋追我的。然后留长之后，大家都只想跟我当朋友。对，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欣赏一个人，我觉得外表上面，你如果看到这个人是这个样子，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的认识他。你可能会把他定义到某一个位置，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认识相处，你才知道跟这个人能不能继续走下去？你们适合当朋友吗？还是当情人？就是你们当情人之后，你们应该要用什么方式下去相处？对，应该要更认识这个人，而不是用一个外表去定义人家。就是去喜欢那个灵魂，而不是长发、短发或者什么的。对。可是那你有考虑就是因为短发比较多人喜欢而要变回去你不是原本就是变回那个型吗？我有想过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喜欢自己短头发还是长头发。但如果我今天跟Neil在一起，那我突然想要把我头发剪掉了，他不能接受的话，他会因为这个就跟我分手的话，那我觉得，你这个人也不值得。就是你会因为一个头发跟我分手，那我们之前花了那么多时间相处的东西，难道都只是爱我的头发？对，就那么不值得吗？我其实一直在想要到底怎么表达这件事情，但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好像都怕我们不习惯的事情，所以如果比如说瑞瑞他现在选择这样子的打扮，之所以可能在台湾的同志圈相较比较就是长得比较刻板印象的男同志，可能比起来没有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不好看，它是因为大家不习惯。对，我觉得比较多是不习惯。对，那我觉得不习惯其实可以跟害怕有时候可以画上等号，因为其实几十年前大家也是不习惯同性恋这个议题或这件事情，那他慢慢
人家习惯了，就比较没有那么害怕。那我觉得这只是另一层面的，就是可能社会还需要一些时间去习惯。对啊，像早期有刺青就被说你是流氓或者是什么的，到现在那么流行，很多人都对未知而恐惧的。对，未知才刺激啊！我们就像他们今天才知道那个草根性，对，草根性啊，然后晚餐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也不知道。对啊，未知啊，充满了惊喜，才要去探索啊，探索才有惊喜嘛。对啊，你没有受伤，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跟坏的？你们有跟哪些成员到现在都还是就是变成很好的朋友吗？我们算蛮好的啊，都蛮好的吧。就你们2个吗？还有你们因为他住比较可惜，因为我在台东，对，在非常之远的地方。但是我必须得说，就是我以前是一个不常用手机的人，不常用手机，就是我很懒得回讯息。对，我会觉得我回到家就是我自己的空间，我不想要做任何工作跟 social 的事。对，但是我现在会很想要去多看看他们的现实动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对，我会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以前周边也没有同志圈的朋友。对，然后我会觉得就很像多了一群很棒的朋友，然后会有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不太常回讯息，但是我会为了你们尽量想要跟你们聊天啊，多回一点讯息。好开心哦！对啊，所以你是为了工作才会？不是，他工作讯息我刚刚听出来了，没有关系，就是会觉得就是我好不想要因为我没有回复到他们而失去他们。对，所以我就会想要自己再多多的跟他们联系这样子。那你会想要就是搬离台东了吗？会吗？对啊，只有长者。对啊，只有长者。其实我一直在台北也有一些体适能、长者体适能的需求。我弟现在就在那边啊。对啊，真的吗？对，欢迎接洽。他弟很帅，他弟很帅。对，就是我一直在纠结这件事情，因为台东的那个青少年流失的非常快，然后很多人在这边成年之后就会马上离开，想要去外县市，想要去打拼。对，也有很多后来回来的啦。对，也是有很多就是学完之后又回来台东那个贡献家乡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的大学生活是在台东就读嘛，我就觉得我现在只是可以就业，我可以养成我现在的这些人格特质，都是因为台东滋养我的。对，所以我会觉得台东滋养你，真的啊，真的是滋养，所以我会觉得，对，我会觉得好像应该要回馈这个地方。对，虽然说我不知道时间会多长，但是我会尽我可以做到的事情去回馈这个教育我的地方。这样，我觉得搞不好反过来会很多人因为你而搬去台东，你就变成台东的观光大使，会知道说哇那边好糗。一个观光名，对，观光景点呢，台东有什么有冠语？有冠语，对啊，搞不好会有一些你的就是什么人体立牌的店门口之类吉祥物哦，吉祥物，对啊，你去跟那个欢迎去部落后文件站那个长者运动的海报里面可能会有我。对，你这样讲，那海报会被偷哦。你们现在自己看到第几集啊？3，第3，也是3，第三。我们上帝视角，对，好看吗？超好看的，不然我们越看到后面越屌丝，好紧张，竟然是这个原因，真的有点害怕。超好看的，我好想看阿豹那里哦，好好看那边。先不用给他们，让他们再等2-3个礼拜，还要再3个礼拜，要折磨他们是不是？太久了。我觉得搞不好你们自己全部看完之后，又会在对于对方的情感有一些更认识。对，就是什么原来他那时候喜欢我啊，搞不好会我觉得有可能讨厌一些人，有可能哦。讨厌我们就不说，但是搞不好会更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机会吧，我在想。因为后面在访问的时候都会再去讲说自己的心情，所以搞不好会看到一些原来他对我这样的感觉。对，因为你们也不知道大家访问的当下他们自己讲了什么吧？对啊，对吧？你们自己也变成一个观众，我们连我们自己讲的都有点忘记，都不知道，好可怕，好紧张哎。有没有很期待看到哪一个部分？比如说谁什么时候讲了什么，谁哪一天到底抉择了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结果最后一天的最后那个结果，就我们大家印象都应该算蛮深刻的。所以其实结果对我们几个来说，我觉得应该我自己啊，我会觉得还好。重点是那个过程。对啦，过程，我觉得过程是最刺激，过程很好看。我其实，在房间里一大半讲的话都忘记了，因为那其实是很随性的在聊，并不是说聊的不真诚，还是不中肯，但是就是说，尤其我跟冠宇搬进同一间房间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都没有出去约会，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比较内心的交流都是在那时候发生的，都在床上。可是我真的忘记那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我好像感受到那时候的确是讲了还蛮多很重点的事情，所以这一点令我蛮紧张，也蛮兴奋，也蛮期待，也蛮恐惧。对，但他们都没有事后都没有跟我们说哦，刚刚讲的要剪掉，都没有。就是都蛮坦然的接受他们讲过的话，就是很 open 对的那个自己的感情是一个很 open 的状态在那个当下。有没有那种事后回神过来想说，我刚怎么讲了那一个这样？好像没有没有任何后悔。年轻真好。怎样？姐姐会有一些顾虑，是不是？姐姐可能有时候会刚刚应该要讲没有讲，或者是说那个应该要再拿捏一点什么的，不要让对方觉得我太喜欢他。我觉得如果你在参加的过程中，你知道你只有6天5夜，你不会那么保守，真的，你会冲。所以各位都有冲的心态。我有冲，然后有休息。然后再冲，我也是有冲有休息。所以以往在日常生活中，在谈恋爱那种 play game 的那种比较没有放在这里面。我觉得谈恋爱就是本来就会包含 play game 这件事情。不是我很爱 play game， 但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本来就是有怎么讲啊？就是你要有互动的时候，你也要有 distance 的时候。那有的人会说，这是 play games， 可是我个人的认知是，我觉得你没有距离就没有 desire。对，所以我觉得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因为这件事就是这个节目整个是发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以你其实没有那个距离可以拿出来，没有办法有那个，所以你能玩的 games 同时也有不一样的，对，所以有玩吗？有啊，玩那可以讲吗？就是其实什么意思？其实你知道我一直很看好谁吗？我一直很看好那个《单身即地狱》的智雅，我觉得他很专心的在关注每一个人，然后他没有很快的往任何一个方向冲。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有点想要当这个节目里的智雅，就是我想要多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有，然后去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对，但可能有一些人会理解为 playing game， 因为这个节目你不会让这些人觉得太油腻或是什么之类的，会觉得他们在干嘛，就是为什么要耍小心机什么之类的。反正是我觉得这个节目的调性特别给人家一种就是舒服感。可是是有特别设定吗？还是大家每个人的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他们呢，我们是累得要死啊。行程有够满的，就是安排吃喝，安排去哪里，安排摄影机，安排我要侧拍什么。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想调性，我们没有时间想说他们是不是在 play games，就是对。但我不知道他们从起床到去睡觉中间有没有很多的空档，可以让他坐下来思考说，我今天要干嘛，明天要干嘛，或者说昨天怎么了。我不确定，但是我们每个时间都是在一个很 rush 的状态，那我不确定他们8位是不是有这个空档可以厘清自己。有吗？我跟波波蛮常有很多空档留下来谈心啊之类的。当然波波去洗澡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因为没有人可以讲话嘛，我就会跟自己就是想一下我今天做了一些什么啊，然后我的心境是怎么样啊。其实后面有一天，就是我心情就是我微微的低落，但是我自己还在理清那个低落感在哪里。对，然后那时候我有走出去房间，那时候外面的摄影机已经关掉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坐在客厅，然后就坐了1个小时有吧。然后那时候波波其实早出来，他以为我在外面弄吃的，但我就是坐在那边发呆。然后，但他就是我心情就是不太好，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找那个原因。那波波出来之后，然后他就是抱着我的头啦，他就知道我好像心情不太好。对，我就觉得人生就是需要有这一些互相支持的，不管是朋友还是情人，对，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在同一间房间相处的时间很久，我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朋友。你们那间很暖的，有时候很暖，有时候又很馋。
互相开导的时候，对，也因为这个节目，大家就是交到很多不同类型的朋友，不同的相处的方式，可能一些以前不会变成朋友的人，不会看到他那么真实一面的人，都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我觉得很棒你怎么好像快流泪了？因为我真的姨母心啊！你们自己有觉得自己参加这个节目之后啊，有对自己有什么新的发现吗？例如说，我怎么会对这个类型的人有兴趣，或是等等，对自己新的发现？我觉得对自己发现，我以前比较不懂得怎么去处理喜欢别人的情绪，对，但是因为就有这个节目，我就遇到这个人，他就是蛮成熟的啦。我觉得可能也是他的家庭背景的关系，所以他让他在处理这件事情，处理别人的情绪，处理别人喜欢他的情绪，他比较懂得怎么去引导别人，所以我也蛮感谢这个人的。虽然说，我觉得我到后面对他的喜欢已经不是那种爱来爱去的那种，对，但我还是蛮感谢这个人，借由他让我自己懂得怎么去处理我如何喜欢一个人，那我喜欢这个人的情绪，我应该要怎么处理，比较不会对这个人造成负担。对，我觉得在这块我成长蛮多的。这6天就升华成这样，很突然，就是开窍吧。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一个开窍而已。对吧？你有呢？你觉得？我好像比较学会就是让一切顺其自然，因为我其实会有一点对我自己的生活有点控制狂，就是我会觉得说，因为毕竟就是我是做音乐的，就是很多做音乐，你如果自己不执行，它就不会发生。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以往其实有把这样的观念带入爱情，然后发现不是那么的好，因为别人也是他自己的个体，你不可能就是可以一开始就规划，几个月过后我们长什么样子，几年后我们长什么样子，然后更何况就是这6天可能有喜欢的人，然后希望结果是怎么样，但其实你也不能勉强任何人去做什么，所以我好像学会说，我自己顾到自己能做到的，表达我需要表达的，然后剩下的就是交出去。那我自己也可以就是交出去了之后，回去自己的生活，或者回去自己的 activity， 然后就是可以不用太焦虑在那件事情上面。对，但以往我是会的，就是以往我就会觉得，他觉得我怎么样啊？还是不是有没有如我预期的这样子？想要掌控，因为想要掌控命运的那种感觉，但现在就不太会，觉得放得开。对，我的话是因为我以前的个性比较冲，就是我会觉得我喜欢这个人，我马上跟他在一起，我马上把他追到手这样。不然就是我要工作，我要赶快把它做好。就是我是一个，就是觉得我要快很准这样子，对，要有效率这样。但是我反而就是这6天看似很短，但是我觉得这个情绪一直延长到播出前，我都会觉得，就是觉得好像这6天好像一直都还在发生，我好像还一直在认识这些人，然后我会觉得会让我自己慢下来，对，因为我以前会可能喜欢一个人的特质，我就会好想要跟他在一起，好想跟他在一起，对，但现在学会就是我看到越来越多人了，然后我好像更认识自己，可能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获。真的错对啊，就自我发现的一个过程。不小心开了恋爱补习班呢，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看，真的很推荐大家就是可以看。推那种播出时间跟播出平台是这样，就是第1集已经在哈兹卡西的 YouTube 频道，还有嘎嘎乌拉拉的国际版，就是海外的嘎嘎乌拉拉 YouTube 频道都可以免费收看。那第2集到第5集。到之后的第10集都会在嘎嘎乌拉拉的影音平台上面是做订阅付费的观赏这样子。每周六的中午12点会更新最新一集，从现在起到12月9号会更新到第10集的完结篇。我真的觉得连我这个大侄女都被，不是大侄女，就是我这个侄女都被填坑。对，我就觉得可以认识各种不一样的人，我觉得很棒。对啊，跟他们一起成长，跟他们一起谈恋爱。期待第2季啊！现在就开始期待第2季。我觉得要要吧，要的吧，要么有机会可以回娘家。但是对啊，这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毕竟它就是一个节目。那节目的话，就是播出之后要有广大的回响，包括留言，包括按赞，包括分享，包括订阅。对，我们节目组才会收到说，原来这是很受欢迎的，才会有信心去做第2季。对。但是如果大家都只是就是自己在家看，然后没有跟大家讨论，没有聊天，没有留言，也没有订阅，或者是看盗版
的话，我们也不会知道说原来这是大家所反应有那么期待好的。其实就是鼓励大家支持正版，因为支持正版才会继续有更好的节目推出。如果大家都一时快乐一时爽，那明年就没东西爽。对，对，没错。今天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还有谢谢谢谢你们来玩，谢谢。